还记得那个去加油站捡可乐瓶盖数的小巴菲特吗？当年6岁的他，从爷爷店里花25美分买半打可乐，再5美分一瓶卖出去，那是他这辈子赚到的第一桶小金。50多年后，这个老男孩干了票大的，他把可口可乐整个买下来一大块，而且一拿就是快40年，雷打不动。这一战也被公认为是股神这辈子最丰神的投资，没有之一。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说到1985年55岁的巴菲特吞下了 ABC， 登上福布斯榜，正式成为亿万富翁。片尾我还留了个彩蛋，当初那个人尽皆知的百事铁粉怎么突然就倒戈了？嘿，谜底来了。因为早些时候巴菲特去白宫参加了一场宴会，席间碰到老朋友唐纳德·基奥，他是可口可乐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基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他说，放弃百事吧，尝尝我们家新出的樱桃味可乐。巴菲特抿了一口，坏了，直接上头，从此彻底改换门庭。他的家人和朋友看到后全惊呆了，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哟。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罐汽水竟然成了一笔10几亿美元投资的导火索。其实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巴菲特已经研究很久了，一直没有出手，就因为俩字儿，太贵。一直到1987年，市场亲自送来一个大礼包。先说说当时的行情有多疯。1982年到1987年，道琼斯指数从777点一路飙到了2722点，5年翻了3倍多，整个华尔街都杀眼红了。巴菲特急流勇退，在股灾爆发前的几个月，他就已经开始抛售股票了。其实早在1982年，他就专门给国会写过信，说股指期货这个玩意儿就是赌博，迟早会出大事的，可没人理他。然后1987年10月19号，大的就来了，道琼斯指数一天狂跌508点，创下当时美股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史称黑色星期一。整个华尔街哭爹喊娘，尸横遍野，几乎要重演1929年的世纪大萧条。巧的是，就在股灾第3天，巴菲特正带着他投资俱乐部的老友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搞1年1度的封闭聚会，外面的市场血流成河。嘿，你猜这帮股神在干嘛？把聚会搞成了抄底大会。巴菲特、芒格、劳伦士蒂施，还有戈特斯曼、鲁安，一帮老伙计守着电话，盯着报价，在满世界捡便宜货，疯狂买。别人恐惧，我贪婪，这帮人是真的在身体力行。不过这场股灾大火还是烧到了巴菲特自家后院。他的亲姐姐 Doris 在经纪人的忽悠下，卖了一种叫裸麦看空期权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市场跌了，由他来给别人的亏损买单，而且没有任何抵押保护。经纪人只说这能带来稳定收入，风险呢只字不提。结果黑色星期一来， Doris 直接被炸穿，手里所有的伯克希尔股份全赔光了。他都不敢直接找弟弟，老规矩，先找苏珊当中间人。苏珊安慰他说，哎呀，你不用担心姐姐，沃伦说过会永远保护你的。结果呢，某个周六早晨，巴菲特来电话了，态度明确，我不帮。他的逻辑很简单，我替你还钱，就等于把钱送给了那帮投机商人，门儿都没有。 Doris 当场出了一身冷汗，腿都在抖。华盛顿邮报还跟着补刀，报道说一位极其成功的投资者的姐姐干了件蠢事儿。要知道哦，这姐弟俩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还记得吧？11岁的小巴就是拉着姐姐 Doris 合伙买下了人生第一只股票。难道这次巴菲特真的就见死不救了吗？也不是，他明面上铁面无情，绝不惯着任何投机的恶习。私底下呢，他安排从父亲的信托里每月预支给姐姐1万美元的生活费。后来还成立了基金会，姐姐3个子女加上阿斯特利德，每人每年发10万随便花，但是有一条，不能拿去还投借的债，每一笔流向他随时都会盯着。你看，这就是老爸的底线。生活上我可以给你兜底，但投机作死犯下的错，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擦屁股。而且作者说，那年圣诞节巴菲特其实过得相当愉快，因为股灾之后快乐水落难了。当时可口可乐在可乐大战里被老对手百事步步紧逼，导致旗下罐装商爆发了剧烈内讧，甚至露华浓的老板罗恩·佩雷尔曼还在那儿企图恶意收购它。可口可乐的股价一路跌到了38美元，逼得公司自己下场回购护盘。
那在普通散户眼里，这里面全是麻烦和危机。但在巴菲特眼里，这里面只有6个字：好公司打折了。过去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可口可乐。老爸知道，这绝对是一台超级印钞机，现金哗哗涌进来，但维持运转却花不了几个钱，甚至过去赚了多少，未来还能赚多少，他心里都门儿清。但他们的推算过程既没有使用复杂的模型和公式，也没有用电脑和电子表格，他们的判断全建立在非常简单朴素的常识推理上。巴菲特和芒格向来坚信，一笔伟大的投资如果不能让你在看清它商业模式的第一秒，就像科学家发现山顶洞人一样兴奋，那就根本没有投资的必要。听到这儿，可能有人想问，前面还说投资即投人，可口可乐的管理层是谁？这次咋不去研究了呢？问得好，这正是股神和芒格在商业思维升级的最后一步。芒格有句名言，最好就是要买那些连傻瓜都能经营的公司，因为迟早会有傻瓜来经营它。翻译一下就是，人会老，会犯错，也会换届，但一个刻进消费者脑子里的好商业模式，谁来当家也搞不垮它。可口可乐就是这种公司，它的口味100年不变，大家闭着眼睛都认得，喝它呢，早就成了几代人的肌肉记忆。这种刻进人类大脑皮层的护城河，对手砸多少钱都舔不平。外加一份年年上涨的分红，想明白了那就直接开干。1988年，股神就开始悄悄行动了。为什么要悄悄的呢？因为在当时的华尔街，巴菲特仨字儿本身就是行情，他买什么，全市场就跟着买什么。所以他特地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了一项特批，这笔交易可以在1年之内不披露。然后他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的暗中吃货。更默契的是，可口可乐自己也在拼命回购。巴菲特的好朋友施洛斯后来打趣说，当时可口可乐自己买了一半，剩下流出来的那一半全被巴菲特包了。到了1988年年底，他已经悄悄砸进去了6亿美元，吃下了1400多万股。全世界包括伯克希尔自家的股东都被蒙在鼓里，整整1年完全没有透露半点风声。那说到这儿，1988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就很有意思了。那一年，伯克希尔刚在纽交所挂牌上市，成了美国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股东会来了将近1000人，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可口可乐第一次亮相。股东们学着巴菲特的样子暴饮可乐，却不知道自己通过伯克希尔早就拥有了可口可乐的股份。不过呢，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1989年3月，消息曝光，股神重仓可口可乐。人们瞬间像疯了一样涌进市场抢购，可乐的股价当天直接暴涨。而此时的巴菲特已经握着6%的股份，市值12亿美元，这是他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笔投资。可口可乐当时的古巴裔 CEO 戈伊苏艾塔高兴得合不拢嘴，自家公司的商业价值居然被股神盖章认证了，二话不说，立马邀请巴菲特进了董事会。老巴这边也是开心到飞起啊！你要知道他有多爱可口可乐，他自己说，我每天要喝5罐，身上大概有1/4都是可口可乐做的，所以没多久他就完全融入了公司的一切日常工作。而成了快乐水巨头的巴菲特，画风也开始变得更加放飞。他在可乐董事会里认识了一票新朋友，其中有个艾伦公司的总裁赫伯特·艾伦，邀请他参加每年7月的太阳谷名人峰会。那是一个聚集了投资人、各大公司 CEO、好莱坞明星的顶级名利场。记住太阳谷这个名字，后面还有他的重头戏。巴菲特知道这个局对自己非常重要，于是一向抠门的他竟然掏出了700万美元，给自己换了架挑战者喷气式飞机。他在这股东的心里都怪不好意思的了，引用圣奥古斯丁的祷告自嘲：神啊，救救我吧，请洗刷我的心灵，但能不能晚一点？我现在还不想。那可口可乐这笔投资最终到底有多神呢？我们拿数据来说话。1988年到1994年前后，巴菲特总共花了约13亿美元买进了4亿股可口可乐。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他几乎一股没卖，一拿就是一辈子。如今这笔仓位市值高达280亿美元，涨了20多倍。更恐怖的是分红，光是2025年这一年，可口可乐就给他打了约8.16亿美元的现金分红，超过当年总成本的60%。至于本金，他早就连本带利收回去不知道多少遍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运气好吗？赶上了美国战后消费的黄金年代。但别忘了，同一个年代，同一只股票，所有人都买得到。
但能拿出30多年一股不卖的，全世界就他一个。你们看，我们总以为炒股就得天天盯盘，研究每个季度的财报，可巴菲特盯的呢，是50年后大家还喝不喝这个玩意儿，看懂了就重仓，重仓了就拿死，让时间成为你最忠实的打工仔，这才是价值投资的最高心法。在老爸专注于搞钱的同时，他的妻子苏珊则把精力花在了帮大儿子豪伊竞选奥马哈当地县长的政治活动上。面对儿子从政，巴菲特一贯的态度是不掏1分钱。他坚信富二代必须靠自己奋斗，所以豪伊的竞选经费只能自己想辙。好在呢，有母亲苏珊出马，他用自己巨大的声望和个人魅力，亲自帮儿子站台拉票、拉赞助，竞选难度瞬间降为0。最终，豪伊如愿当选，老爸也非常高兴，因为对儿子去种地开农场，他这辈子都无法产生共鸣。可这次参政却让老爸对儿子另眼相看，他看到豪伊在一点点变成熟，也看到了儿子心里的抱负，于是他开始劝儿子再往上走，去竞选众议院议员。那可是你爷爷老霍华德当年达到的政坛高度啊！而且现在的巴菲特在经历了家庭风波之后，也开始学着去取悦身边的女性了。他盯上了毕夫人姐夫开的波仙珠宝店，从1989年起就搞起了标准化送礼模式，耳环、珍珠、手表。他生命中的女性们，每人每年年底都能领到一件昂贵的礼物。最捧场的是苏珊，把礼物都当宝贝珍藏着。而最不给面子的就是阿斯特利德，他对一切贵的东西敬而远之，也就只有巴菲特亲手送的，他才勉强不拒绝。就这样，苏珊和阿斯特利德在巴菲特生命中愉快的各司其职，老爸幸福的不行。但是生活的甜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要冲淡的是另外一边投资的苦。时间拨回1987年，就在他买入可口可乐之前，巴菲特干了件后来要他老命的事儿。他把7亿美元外加自己一辈子的名声押给了华尔街投行所罗门兄弟。要知道，他可是在股东信里把华尔街骂出过名句的。他说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开劳斯莱斯的富人去向挤地铁的人讨教投资秘籍的地方，意思就是教你们炒股的那些专家自己都很穷，你们还让他带你们投资。骂完转头呢，自己就把7个亿押了进去，结果签约才3个礼拜，黑色星期一就来了。所罗门在1天之内就暴亏了7500万美元。注资3个月后，巴菲特和芒格头一回去开董事会，会议桌上摆着的全是让人窒息的坏消息。顺便还提一嘴，他同期抄底的那批年息约9%的可转换优先股情况也不咋地，冠军职业平平无奇。而美国航空翻车最惨，后来美航停发红利，股价雪崩，亏得老爸自己都在股东心里调侃，以后谁要是再看到我企图投资任何长着翅膀的交通工具，请立刻开枪打死我，这对我来说绝对是灾难。芒格忍不住补刀说，沃伦在买航空股票这件事上可从来没有请教过我哦。幸好哦，那一批优先股里还有吉利笑到了最后，这一笔后来足足为伯克希尔赚回了55亿美元。所以你看，股神也是人，不是神，人总会犯错，他也经历过很多至暗时刻，只是他犯的错比大部分人少，所以他活得比你好。而此时此刻，巴菲特还不知道，所罗门那颗真正的惊天大雷马上就要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把他拖入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期，而且还差点毁掉了他和芒格攒了一辈子的英名。我们下集接着聊。